25G 内存确实能跑 744B。大家好，我是吴修。最近大模型的参数已经开始有点失控了。以前我们讨论的是7B 模型能不能塞进手机，70B 模型能不能塞进显卡。现在 Kimi 直接发布了 K3，2.8万亿参数，100万 token 上下文，还支持原生视觉。兄弟们，2.8万亿是什么概念？假设一个参数是一名员工，那这家公司的人数大概是全世界人口的300多倍。而且 Kimi 还表示，完整模型权重会在7月27日开放下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大的模型，普通人还有可能在自己电脑上运行吗？巧了，最近 GitHub 上有一个很火的开源项目，叫 Calibrate， 它声称只需要大于 25G 内存就能运行一个拥有7440亿参数的 GLM 5.2。我的第一反应是，这不科学呀！一个 744B 的模型，量化以后呢，文件大概还有370G 25G 内存，你连模型的一个脚趾头都塞不进去。但 Calibri 的思想好像并不是把整个模型塞进内存，它利用了 MOE 模型的特点。MOE 可以理解成一家拥有几十万员工的超级公司。虽然公司的人很多，但是你去前台问一个问题，不需要全公司的人一起回答，系统只会根据问题临时叫来几个最合适的专家。所以模型虽然一共有7440亿参数，每生成一个 token， 真正参与计算的只有其中一小部分。Calibri 干脆把这一些专家分成了3层，最常用的放进显存，比较常用的放进内存，剩下绝大部分直接躺在 SSD 里。模型需要哪个专家，就临时从硬盘里把它叫出来。简单来说，以前运行大模型要求所有员工都住在公司宿舍， Calibri 说不用了，你们可以住在河北需要开会的时候坐高铁过来。理论上确实也能来就是会议可能开得比较慢。项目官方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，在只有 25G 内存的测试机上，冷启动生成速度大约只有每秒 0.05 到 0.1 个 token。 换句话说，生成一个汉字附近的内容可能需要等10几秒，因为每生成一个 token， 程序都需要从硬盘里读取大约11G 的专家数据。所以它证明的是 25G 内存确实可以运行744B 的模型，但是能运行和能正常使用显然不是一回事。接下来我就在自己的电脑上试一下。我的配置呢是 128G 的内存，加一张 RTX 5090。首先我限制 Calibri 只能使用大概 25G 的内存。模型最终加载的速度是13到20秒，第一次生成内容的速度是 0.42 token 每秒。这个速度怎么形容呢？它不是在打字，更像是模型每说一个字都要先坐高铁去河北请一位专家。不过好消息呢是 Calibri 会记录模型经常调用哪些专家，使用次数越多，常用专家就越容易被留在内存里。于是我把内存的限制放开，让它使用完整的 128G 的内存，并且重复运行相似的任务，最终变成了 1.04 个 token。 纯 CPU 的方式我也替大家试了一下，最后的成绩是 0.53 tokens。 这时候就能看出，运行这种超大 MOE 模型，显卡并不是唯一重点。内存容量、SSD 随机读取速度、CPU 计算能力以及专家缓存命中率都会直接影响生成速度。你甚至可以拥有一张5090，却依然坐在电脑前等待 SSD 把专家从河北接到北京。当然，这个项目目前最大的意义，并不是让大家真正用 25G 内存去替代云端模型。0.1 token 每秒显然不适合日常工作。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，它把原本必须依靠服务器集群运行的模型，拆成了显存、内存和硬盘共同承担。只要你愿意牺牲速度，模型就不再必须完整的装进显存或内存里。今天是 744B， 未来如果专家预测缓存和硬盘读取速度继续提升，我们也许真的可以在个人电脑上以可以接受的速度运行1万亿级参数模型。
所以 Kimi K3 达到2.8万亿参数，并不意味着个人电脑彻底出局，恰恰相反，模型越大，结构越稀疏，如何管理这些参数，可能比单纯购买更大的显卡更加重要。最后总结一下，25G 内存确实能跑744 B， 但这更像是用一辆电动车把火箭拖出了仓库，你不能说它没拖动，但你也不能说它已经上天了。我是吴修，关注我，下一期我们继续搞事情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